自从做了几期游乐园事故，有好多朋友都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说，看了我的视频再也不敢去游乐园了，突然觉得满满的负罪感。其实也没必要这么夸张吧。个人觉得游乐园的事故率应该比飞机的事故率还要低得多。之所以各位觉得焦虑，那是因为当我把这些事故案例都总结在一起，并且单独拿出来详细讲，就会让各位觉得怎么成天都有意外在发生。但实际上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些可能就是一条新闻，今天看了明天忘。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焦虑啊，该玩玩，但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乐园。就比如迪士尼，应该没有人会觉得它曾经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。当然，本期视频并没有要黑它的意思。一个主题乐园想要在运营成熟的道路上，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意外和问题。但有一点我们要知道，那就是游乐园事故率的高低，并不是游乐园设施本身的问题，而是监管部门和保养维护的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和人扯不开关系。如果每个乐园都能做到按时检查和维修护理，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意外了？那本期就和各位盘点一下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——迪士尼究竟去世过多少人。去过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小伙伴可以发表一下，哪个项目让你大排长队呢？是飞越地平线、七小矮人矿山车、极速光轮，还是雷鸣山漂流？有没有过2刷3刷的呢？作为全球顶级的乐园之一，多年来迪士尼的热度依然不减。目前全球一共有6座迪士尼乐园，分别坐落于美国洛杉矶、奥兰多、日本东京、法国巴黎以及中国的香港和上海。而奥兰多迪士尼是全球面积最大的迪士尼乐园，度假区总面积达到了122平方公里，是上海的30倍大，而且里面分为好几个园区，想要玩完恐怕得准备个4、5天。那今天我们就单从美国本土的2个迪士尼作为统计，毕竟历史悠久，事故率也相对高一些。其他几个乐园不是没有事故，但时间摆在那里，相对来说会少得多。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拥有60多个游乐设施和景点，该园于1955年开放，也是全球第一个迪士尼乐园。而奥兰多的则在16年后才开业，但它却被叫做迪士尼世界，这一听就显得更大更丰富。该园拥有多个度假村、水上乐园和主题公园，包括魔法王国、未来世界、动物王国和迪士尼好莱坞影城。根据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 DAM 的数据统计，自1964年第一个人在迪士尼乐园去世到2022年5月17日，这俩园一共有87人死于84起不同的事故。这些事故当中包含了自杀、谋杀、车祸、疾病、溺水、各种设施障碍以及自然原因。受害者年龄分别是10岁以下儿童占15%，11岁至18岁青少年占17%，19岁至64岁成年人占44%，以及65岁以上老年人占9%。另外还有15%年龄不详。而在这些去世的人中，又有21%是园区的工作人员，剩余的79%是游客。那这么多事故在本期全部讲出来肯定不太现实，我就按照时间线挑几个着重讲一讲。第一位也是第一个在迪士尼去世的人，年仅15岁的马克·梅普尔斯。事故发生于1964年，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的第一座云霄飞车名叫马特洪峰，这是一座与瑞士山同名的游乐设施，有过山车轨道内外相连。据说这个项目每年载客量约为500万人次，有着极好的安全记录，但还是留下了2起难以置信的黑历史。众所周知，无论你在游乐园玩什么项目，安全带是唯一能够保护你的装置，所有人都应该乖乖地坐在里面系上安全带。但是马克却不信邪。1964年5月，马克乘坐了马特洪峰，在骑行过程当中，他叉着双腿享受着飞行，突然他站了起来，接下来只听砰的一声，马克随之消失。骑行结束后，他的同伴立刻报告了他的失踪。后来警方在马特洪峰内部1/3处的岩架上发现了他的尸体，他的头部严重受伤，经过几天的抢救，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有人推测是安全带出现故障松了，还有人认为是马克自己或者同伴胡闹解开了安全带导致的。总之众说纷纭，不管真相如何，这也成为了迪士尼乐园历史上发生的第1起致命事件。然而20年后，安全记录再次被打破。1984年1月3日，遇难者是48岁的瑞吉娜。在骑行过程当中，瑞吉娜从座位掉到了轨道上，然后被下一辆高速行驶的轨道车碾过，画面惨不忍睹。事发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她的安全带竟然都没有系好，所以在外力的作用下被甩了出去。随后就发生了可怕的悲剧，血腥的场面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。
瑞吉娜的家属起诉了迪士尼乐园，坚持认为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，是马特洪峰的工作人员疏忽了，没有妥善检查乘客的安全带。据说后来迪士尼乐园支付了一大笔赔偿金给家属才和解。这次事故之后，马特洪峰的安全设备也更换成为了卡扣式安全带，类似于汽车安全带的装置，更加牢固。不过迪士尼乐园还是声明，这一改变与瑞吉娜的意外死亡无关。1974年6月29日，迪士尼乐园推出了一项名为“美国歌唱”的设施。这一设施的前身就是一个旋转木马，经过一系列改造后重新亮相。但没想到，还不到1个星期就发生了意外。18岁的黛博拉·斯通是该设施的一名暑期工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观众进入座位区的时候进行欢迎致意，在长达24分钟的表演结束后，再引导观众离开。7月8日这一天，黛博拉和往常一样站在舞台左侧，他通过麦克风欢迎所有的观众，引导他们来到旋转木马的第一场景。然而，事故发生了。黛博拉不知怎么的跌倒在了旋转墙和固定平台之间，这里有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，他就是这样被困在里面。现场有一位名叫丹尼尔·罗宾逊的游客，他当时和家人们坐在剧场的前排，无意间发现了这一情况。据他回忆，他听到了一声惨叫后，立刻告知了工作人员，设法寻求帮助，但为时已晚，黛博拉活生生的被碾死了。据说黛博拉当时并不该出现在那里，不过没有人知道是由于培训不足，还是他个人失误造成的。反正在他去世后，该设施关闭了2天，重新安装了警示牌和隔离墙，只要有人距离危险区域太近，就会发出警告，以防悲剧再次发生。后来黛博拉的去世还一度成为了都市传说，许多游客都声称在该设施里面看到了他的冤魂。每当过节，迪士尼乐园总能让游客感受到满满的节日氛围。尤其是圣诞节来临之际，乐园会迎来巨大的客流，每一个橱窗都经过精心布置，让游客沉浸其中。1988年的平安夜也不例外，迪士尼乐园爆满，所有游乐设施都换上了圣诞节主题，特别应景。其中一个设施名叫哥伦比亚号帆船，这是一艘美国老式帆船的复制品，船身高大。平安夜当天，哥伦比亚号帆船挤满了游客，和往常一样，帆船绕着河流航行，然后沿着轨道缓缓进入码头。但事发时，返回码头的船速明显过快，一名工作人员试图抛出缆绳使船固定，但没想到绳子越拉越紧，最后竟然把一个7斤多重的金属甲板从船上扯了下来，甲板砸向了码头附近准备登船的游客。不幸的是，一名33岁的工程师被击中头部，死于脑出血和颅骨骨折，他的妻子也遭受了可怕的面部创伤。除此之外，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多名游客也受到了轻伤。经过调查，哥伦比亚号帆船的情况其实很糟糕，木材出现脆弱老化的现象，经常需要维修，而且缆绳照理应该采用容易断裂的麻绳，但不知为何被一种更便宜的弹性尼龙绳所取代。所以当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帆船正在越过码头，使劲拉绳子后，绳子不仅没断，反倒成为了致命武器。迪士尼乐园被指责严重缺少操作培训。此事过后，乐园给大多数游乐设施都安排了领班，附近警察局也在公园内部部署了警官，以加快响应速度。玩过7个小矮人矿山车的小伙伴还有印象吗？从外表来看，虽然说是个过山车，但它是在地面上的，非常的低，比起那些需要飞上天的过山车，有点小巫见大巫。可实际上玩起来，它有很多弯道，感觉随时都会被甩出去，比想象当中要刺激得多。然而，在2003年9月，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的一个类似项目——大雷山铁路矿山车就发生了悲剧。当时22岁的马塞洛·托雷斯坐在第一个位置，列车发动后，他们正在加速穿过人造的沙漠景观，然后上坡进入隧道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列车竟然在这个时候脱轨了。马塞洛受伤严重，当场死亡。他的同伴情况也不容乐观，头部、面部、胸部多处受伤。事发后，有些乘客从车上爬了下来，跑出去求救，还有的乘客被困在隧道里面整整1个多小时，消防员和急救人员才将其救出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次的脱轨明显是可以避免的。根据调查人员透露，在事故发生前30分钟，就有工作人员听到异常的叮当声，但这不寻常的噪音并没有引起工作人员的重视。他们放任过山车继续运行，1次、2次、3次，就这样运行了整整12次，噪音依然存在。于是工作人员抱着侥幸心理，决定再运行最后1次。可惜上天并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眷顾你，这第13次的运行最终成为了亡命之旅。这次的罪魁祸首是机车左导向轮组件上的2个螺栓，它们的脱落导致车轴卡住，火车头向下俯冲，后面部分就撞到了隧道的顶部，而且这股力量扯断了牵引杆，导致列车脱轨。
最后，一名机械师被指责没有拧紧螺栓，工作人员也缺少检查，而且关于迪士尼乐园的设施维修和维护工作的工人之间，竟然可以用相互代签来完成。据员工透露，迪士尼乐园为了节约数百万美元的维修成本，从人员配置到维护程序都做了很大的调整。此事过后，迪士尼乐园重新对机械师、维修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。除了这些重大的伤亡事故，迪士尼乐园还发生过不少另类惨剧。就比如，在1966年6月17日，一名19岁的男子试图爬上单轨轨道潜入乐园，他无视安保人员警告，结果被火车撞倒并碾过，不治身亡。1967年8月，一名16岁的男孩在穿过隧道时，在2辆移动的列车之间横跳，结果跌到了轨道上。然而，迎面驶来的一列火车将他压在了车轮下，将他的身体拖了好几十米远，最后被一名乘务员拦住。2000年6月25日，一名23岁的女子结束印第安纳琼斯骑行后，就抱怨头痛，晚上就突发脑出血入院治疗，后来在9月1日死于脑动脉瘤。2005年2月，一名77岁的妇女在乘坐加勒比海盗后失去知觉并死亡。法医报告称，受害者身体状况很差，有过中风史。2007年12月18日，一名44岁的男子在动物王国过山车上突发心脏病去世。令人诟病的是，乐园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很差，就连最基本的心脏除颤器都没有。2009年7月5日，一名21岁的单轨列车司机因换轨故障与另外一辆单轨列车相撞而丧生。2009年8月6日，一名47岁的迪士尼表演者在杰克船长的海盗表演中受伤，最后因伤势过重，几天后死亡。2010年4月1日，一名10岁的男孩在迪士尼的荒野堡骑自行车时被一辆公交车撞死。2011年3月14日，迪士尼工作人员在动物王国修理过山车时遇难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意外的一部分，还有一些自然死亡、自杀、谋杀，包括醉酒溺死的。这些其实都和迪士尼本身是没有关系的，但都被归类于迪士尼去世列表里面。所以各位想想，在美国迪士尼开放这60几年的时间里面，一共去世了87人，相比于每年有几千万游客的吞吐量来看，就不值得一提了。看到这里，各位还会焦虑自己赶上游乐园的意外事故吗？况且退1万步来说，大部分致命事故都发生在上个世纪，在那个时候各种管理都还不够成熟，也就是这一次次的意外，游乐园才会变得更加安全，事故率也会越来越少。不单单是迪士尼，其他游乐园也是一样的，像设施老旧、维修不善、缺少培训、人为失误等等，都是造成致命悲剧的重要原因。但只要工作人员在一次次的教训当中加强防范，都会使得出意外的概率大大降低。另外，强有力的第三方监管机构也能有效消除不必要的安全隐患。那好了，本期就聊这么多。安全教育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，还是希望大家谨记于心，时刻紧绷安全弦，防范于未然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有亲身经历过游乐园事故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